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有个事儿，不知道大家伙听说没？就是富士康在印度的 iPhone 组装厂，听说把咱们大陆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给请回来了，美其名曰返回，说白了就是让人家卷铺盖走人，一下子走了300多人呢。就留点台湾过去的在那撑场面，这事儿一出网上就炸锅了呀，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这是啥战略调整，有人说印度那边要凉了 ，iPhone 要涨价了。今天呢，咱们就来唠唠这个事儿，看看这背后它到底藏着啥猫腻，也听听大家伙的看法。先来说说网上对这个事儿的一些看法，最后再聊聊我的看法。首先呢，有人说这个印度是政策不行，说是印度这几年是发展的快，可政策也跟过山车一样一天一个样。今天说扶持你，明天可能就砍你脖子。外资企业都蒙圈了，就说税吧，今天给你点甜头，明天说没就没。土地劳工啥的那也是变来变去谁敢安心在那扎根呀？这富士康想要的是稳稳当当的赚钱，印度的政策让他心里没谱，所以把这个技术骨干调回国就是防着政策风险。还有一些人说是因为钱，都知道印度的人工便宜可是这便宜就一定划算吗？那可不一定你想这个印度那边的路不好，桥不好，啥都不好这物流成本是蹭蹭的往上涨，原材料运进去产品运出来，光这个运费就够呛。而且印度那边的零件供应商也不给力，有时候供不上货，耽误事儿这富士康是啥？那是抠门专家人家要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印度工厂算下来成本没啥优势，甚至比国内还贵，所以就把人调回来了。还说现在全球都在搞本土化，啥意思就是说尽量把工厂搬到离市场近的地方，这样才能更快的满足客户需求，也能省点运费啥的。咱们中国的零件供应商发展这么多年已经很厉害了，富士康把技术人员调回国内，就能更好的跟这些零件大佬合作，这样一来生产效率更高，产品质量也更好。那大部分都是说富士康主动请工程师回来的，没了中国工程师印度的苹果工厂要完蛋了之类的观点。看到这样的观点我只想呵呵。其实做了这么多期的印度视频我起码还算是了解印度的。就说这个事儿吧，让我想起一句老话，叫啥来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话说的真的是没错咱辛辛苦苦手把手教人家，结果呢，这人家翅膀硬了就把你一脚踹开。你说这个富士康也真是的你说你教就教吧，你还送钱送技术，你说你图啥呀？更搞笑的是还把大批的印度留学生免学费请到中国来学习，这下好了，反噬了吧？这几年去印度淘金的中国企业可真不少，结果呢，一个个都跟双打的茄子似的，蔫了吧唧就回来了。就说小米吧跑印度去造手机，结果呢，宝便给人家提供特高压技术，中冶送临界发动机，中铝传授氧化铝提纯技术，五矿建高炉，徐工给印度盾构机。你说说哪一家不是砸进去大把的技术最后是亏得血本无归，灰溜溜的跑回来了。你说这印度咋就这么能宰中国企业呢？就跟宰鸡似的，肆无忌惮的收割可咱们中国企业呢，还是前赴后继的往里跳这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有的企业还把核心技术都交给了印度。你说这些企业家脑子到底是咋想的？是怕这个印度落后咱太多吗？还是说可怜印度现在苹果和富士康都装聋作哑，啥也不说，也不知道是为啥把咱的工程师赶走了。有知情人士是偷偷摸摸的说，这事不是印度政府下的命令，印度官方也是蒙在鼓里，一头雾水不知道富士康抽什么风。有熟悉印度情况的专家说按印度人的办事风格估计是这个工厂的印度合资方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中国工程师的本事了，所以就过河拆桥，把中国人全赶跑。而且这事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小事，根本就不值得官方出面调解。印度正在搞一场经济换血计划，强制收购 Weibo， 围剿富士康，默许三星大罢工，还有对苹果、OPPO、小米的天价罚款。哪家企业养得肥，哪家就得交钱。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印度一样让企业闻风丧胆。短短几年，撤资跑路和被迫关停的企业多达3000家，可印度本地的企业却越做越大，一边大力招商引资，一边又把企业当韭菜割。印度到底是如何变成了外资坟场？这背后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2014年，莫迪一上台就提出要大搞印度制造，大幅减免税收来吸引外资建厂。
就在这会儿，印度人口高达9亿，与20年前的中国相当，可想而知人口红利有多大。于是，在巨大蛋糕的吸引和政策刺激下，企业纷纷入印。见证中国崛起的小米、OPPO 和 vivo 更是把印度当成了出海第一站。短短2年后，几家手机外企就瓜分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可以说，这些企业帮印度至少提前10年完成了移动互联网革命。然而，就在企业们顺风顺水，庆幸自己赶上了印度崛起的时候，印度政府还是出手了。所有厂商无一例外都因不同理由遭到天价罚款。三星2.1亿。vivo 2.8亿 ，OPPO 5.5亿，而小米更是高达6.8亿，相当于历年利润总和的6倍。眼看外企越养越肥，印度也开始培养自己的手机产业，而这些成熟的外企就成了最好的肥料。为了能顺利吃下手机这块肥肉，印度搬出了塔塔集团。塔塔集团是印度最大财团，是成立160年的国家级企业，旗下光上市公司就有31家。它在印度的地位就类似于韩国的三星，与印度政府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7年，主营重工业的塔塔正面临利润暴跌和业务亏损危机，转型迫在眉睫。而苹果的到来可以说直接就给了塔塔新的方向。手机在印度，苹果一共有3家代工厂：富士康、伟创还有和硕。从没做过电子品的塔塔，在用了一番手段后，成了富士康零件供应商。然而时间一久，印度手机市场被外资瓜分，自己又上不了牌桌，那怎么办？既然动摇不了，那就直接取代。在印10几年的伟创发展十分迅猛，先后建了8条生产线，员工也从几百人扩到上万人。可伟创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然成了别人的盘中餐。2020年前后，频繁的停电让伟创难以生产，找政府协调不但没有结果，还因污染地下水被巨额罚款。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工人开始消极怠工。那段时间，伟创的良品率连50%都不到，甚至手机里都能检测到大肠杆菌。后来愈演愈烈，2000名工人直接打砸设备，焚烧工厂，并趁机偷走了上千部苹果手机。这次抗议，伟创损失6000万美元。而当地政府调查后给出的回复竟然是伟创生产不合规范，违反了劳动法，员工跑了，机器毁了，政府还不管，再投钱肯定还会打水漂。终于在印度投资近10亿美元的伟创最后打骨折，以1.25亿被塔塔收购，而塔塔集团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苹果的代工厂。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作为给苹果供货的另外2家代工厂，富士康被逼走，和硕也要把控制权转给塔塔。结果短短几年功夫，塔塔竟然成了苹果在印度的独家代工厂。这还不算完，为了把产业链打通，年出货量2500多万台的 vivo 也被盯上。印度政府先后冻结了119个 vivo 的银行账户，逮捕多名高管，还开出2亿多美元罚款。终于，2024年撑不住的 vivo 以1.3亿美元的超低价被塔塔强行收购。至此，印度以光速实现了手机产业的印度制造。与此同时，其他同行也受到打压，几乎所有手机厂商都是近几年被天价罚款。前段时间，三星甚至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6000人大罢工。别人罢工是想涨薪，而三星这边拿着同行2倍工资的工人，不光想要涨薪加休，他们还要求工作能够世袭制，让子女可以继承。而默许罢工的政府，最后也只是当了个和事佬而已，一桩桩一件件，与其说是打压外资企业，倒不如说更像是给印度制造扫清障碍。然而事实上，这些事情可不只是发生在手机行业，重罚宝马1亿美元，谷歌2.75亿，IBM 8.6亿，沃尔玛13.5亿。早在上个世纪，可口可乐进入印度后就迅速独霸市场，而印度政府指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所有外资公司必须交出60%股份，直接明抢，气得可口可乐连夜跑路，印度也就只剩下了国产的劣质可乐。如今眼看 AI 大火，莫迪喊出了要把印度打造成半导体制造大国。说巧不巧，塔塔集团近期也高调宣布，5年内要向半导体业务投资900亿美元，优惠政策吸引外企慢慢养肥，再取而代之，印度走上了一条空前绝后的致富之路。当然了，也有人说可能是中国工程师的签证到期了，印度那些办事员故意找茬不给续签，所以这300多号人才不得不离开。专家们都觉得这次撤离肯定会对苹果在印度的生产造成影响，没了咱的工程师，苹果手机的质量肯定会下降，这装备线的效率也会降低。富士康在印度新建的 iPhone 组装厂估计也要拖得更久才能投产，这对这个苹果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啊！你看，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后吃亏的还是印度自己。
其实说实话，我特别讨厌那种什么人员被驱逐了是我们赢了，这企业被收购了还是我们赢了的论调，好像咱们永远都是在赢啊，他们永远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觉得吧，这一次的事儿就是因为咱们教会了印度这个土地，他们就不需要咱的技术和人员了，所以才把咱的人给赶回来的。你看这个苹果在印度生产的份额蹭蹭往上涨，就知道咋回事了，这就是卸磨杀驴啊！印度那边的技术到手了，就不想付高工资和出差补贴了，就把手把手教会他们技术的中国员工逼得离职，没逼走的就给点补偿辞退了。我还看到现在中印之间的关系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印之间直飞航班还没恢复，印度对中国公民签证和对中国 app 还有限制，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化肥也维持禁令。从这些事儿就能看出来，中印关系现在挺紧张的。这中国有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印度已经先下手为强了。还有专家在那津津乐道，说这个富士康从印度撤回中国人才，对这个中国消费电子制造产业是好事儿。说这个印度苹果制造要受阻，全球还是看好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说富士康、立讯精密的股价上涨就是信号。我说呀，咱能不能别这么自欺欺人啊？非要把一块擦满油的抹布说成是风骚的围巾？承认咱对这个印度的战略不成功有这么难吗？那教训是无价的，虽然说有点难看但挨了别人一巴掌后，还揉揉火辣辣的腮帮子，又主动把脸凑上去来，这边还没删呢，这不是太恶心了吗？哎，其实说了这么多也不是想抱怨啥，就是希望咱中国企业以后长点心别再傻乎乎的把这个技术送给别人，最后反过来被人家给宰了。咱得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真正的实现互利共赢。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